我们都听过大禹治水、夏朝建国的传说，但在中国西南有一个比夏朝传说还要魔幻的存在——三星堆古蜀文明。这个文明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其神秘程度令考古学家也瞠目结舌。据说整个三星堆遗址区域目前只敢发掘不到 2%， 还有广袤的 98%深藏地下不敢动。为什么考古队如此谨慎？难道地下埋藏着足以颠覆历史的秘密吗？有人打趣，再挖下去，中华文明的起源都要改写了，神话可能要变成历史。三星堆谜团重重，古蜀文明为何会在毫无征兆中兴起，又神秘消失？那些出土文物上的奇异符号，难道是失落的文字吗？官方坚称没有发现文字，但民间却盛传已经找到了所谓三星堆文字，只是没有公布而已。甚至更大胆的猜想冒出，外星人造访上古超文明遗迹。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次脑洞大开的探险，结合考古发现与各种阴谋论，一起破解三星堆之谜。时间回到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当中原地区还在夏商王朝交替之际，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盆地，一个独立而璀璨的文明正在悄然崛起。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的鸭子河畔，3座土堆如三星排列，因此得名。起初，人们对这片土地的古代历史所知甚少，直到1929年春天，一位农夫无意间在田里挖出了数百件精美的玉璧、玉琮，才揭开了古蜀文明的冰山一角。然而，真正轰动世界的发现要等到1986年，考古队在三星堆祭祀区连续发掘出2座堆满珍宝的祭祀坑，大量青铜面具、金杖、玉石器横空出世，一夜之间把三星堆推上了世界考古的聚光灯。三星堆文明的出现可谓突然，在此之前，学界普遍认为长江上游地区在商朝时期没有这么发达的青铜文明。然而三星堆的文物年代大约在商代中晚期，工艺之先进，造型之奇特，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下子冒出个外挂文明。它和中原夏商文化迥然不同，中原青铜器常见礼鼎、青铜尊，装饰以饕餮纹等，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巨像、纵目面具、神树等在其他遗址前所未见，仿佛一夜之间，古蜀地区自己孵化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文明。这种横空出世的感觉不仅让当代人惊讶，想必在当时周围地区的人看来也是匪夷所思。川西平原上突然矗立起城墙，高大的祭祀台，青铜巨人像在太阳下闪耀，古蜀人打造出了属于他们的魔幻王国。然而更令人困惑的是它的突然消失。考古证据显示，在某个时期，三星堆文明似乎终止了。在祭祀坑里，考古学家发现大量珍贵器物被有秩序地埋藏、掩埋，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巨型面具被打碎后埋入坑中，玉璧玉章整齐折断。这不像是遭敌军洗劫，如果是战争，敌人不会兴师动众把财宝埋起来，而是会掠走或毁坏。相反，更像是古蜀人主动将神器埋藏，然后离开了这片圣地。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放弃了苦心经营的城池和无价之宝？主流的科学解释指向了自然灾难。有地质学者提出，大约3000年前，该地区可能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四川一带本就地震频发，传说周朝初年关中发生过周幽王拔山震的大地震，极有可能震波波及蜀地。考古地质调查也发现，三星堆附近河道的走向曾在那时期发生巨变，原本滋养三星堆文明的岷江水系改道了。设想一下，一场大地震引发山体滑坡，把河道堵塞改流，本来环绕城池的河流突然干涸，农田失去灌溉，城里缺水，或者反过来洪水肆虐，冲毁家园。古蜀人面对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只能选择迁徙他处。于是他们在仓促中举行了一场郑重的祭祀埋藏仪式，将祖先神像和贵重器物埋入土中，以祈求神灵保佑，或作为封存过去的标志，然后举足迁离。这样的场景不仅合理解释了祭祀坑宝物的来源，也解开了三星堆城址突然荒废之谜。那么古蜀人迁到哪里去了呢？
历史的线索其实并未中断。在三星堆消失后不久，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离三星堆遗址不远的成都平原，又出现了一个繁盛的古蜀聚落——金沙遗址。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玉石、器物和三星堆有明显一脉相承之处，年代也略晚于三星堆，这被认为是古蜀文明的延续。三星堆的居民迁徙到成都附近，建立了新都城。古蜀文明并没有灭亡，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繁衍发展。直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入蜀，古蜀国最终被纳入华夏版图，这才在历史记录中正式消失。但是三星堆本身作为古蜀文明最耀眼的阶段，却仿佛在人间蒸发了3000年，无人知晓其存在，一直到近代才重见天日，难怪让人感到那么神秘。当然，也有其他猜想试图解释三星堆的衰落。有人推测可能是内乱或外敌入侵导致城池被毁，但从目前遗迹看，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战争的痕迹，也没有成片的尸骨或武器留存。相反，那些宝物埋藏的颇为慎重，显示出当时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了祭祀和隐匿，而非仓皇逃命。也有人提到气候变迁因素，比如长期干旱或环境恶化，但最直接有力的证据还是河流改道说，一旦失去水源，一座城市几乎无法存续。值得一提的是，在巴蜀地区的神话传说中，确实有大洪水、山崩等故事流传。古蜀王杜宇传说因洪水而让位，自己化作杜鹃鸟啼血不止，似乎也隐隐印证了灾难与迁徙的记忆。所以综合来看，三星堆文明的突然消失，多半不是外星人把他们接走了，而是更可能源于一场天灾、地震、洪水这类现实原因，导致了城毁人散。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毕竟文字一般被认为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熟知的古文明，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殷商的甲骨文，都在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诞生了自己的文字体系。然而，官方在所有三星堆考古报告和新闻中反复强调，截至目前，三星堆尚未发现成体系的文字，没有像甲骨文那样成篇的刻词，没有铜器铭文，更不像战国时有竹简一类的记录，这让三星堆平添了一份失落帝国的神秘色彩。难道古蜀人真的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吗？其实，说完全没有任何文字痕迹也不精确。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金器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零星刻画的符号，这些符号数量不多，而且往往一件器物只有一个符号，形状各异，分布零散。官方将其称作巴蜀土语，或称刻画符号。什么意思呢？巴蜀土语指的是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出土文物上发现的一系列神秘图形符号，范围不止三星堆，还包括战国时期巴国、蜀国的遗物。例如，在一些战国时期的巴蜀印章上就铸有奇怪的花纹符号，而不是常见的汉字，至今无法破解。而三星堆时期的这批符号可以看作是巴蜀土语中最早的一部分。据报道，早年间在三星堆官方只承认发现了10来个不同符号，大多分布在陶片上，形状包括人形、鸟兽形、几何图案等等。有趣的是，这些符号乍一看不像汉字，反而有点像古埃及象形文字或者图画。比如那根著名的黄金权杖上就刻着2只背对背的鸟和鱼，以及一个头戴奇特羽冠的人面形象，彼此组合成一组图案。如此独特的符号让人不禁猜想，这会不会就是古蜀人自己的文字雏形呢？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一些人乐观解读，或许三星堆的符号正是他们的文字，只不过尚未破译。例如，有民间研究者声称，那根黄金权杖上的符号其实可以读作鱼福王，意思是古蜀传说中的王族称号。如果真如此，那权杖上的图案就成了一段记载王者权威的铭文了。不过，大多数专家持谨慎态度。根据文字学的定义，一套成熟文字系统需要稳定的形体、确定的含义，并能够连贯组合表达语言。
而三星堆的符号虽然在不同器物上反复出现，形状相对固定，但没有出现过2个以上符号连绵组成一句话的情况，每个符号似乎都是独立存在。另外，我们也无法确定每个符号具体代表什么意思，目前看不出明显的含义，仿佛天书一般难懂，缺乏上下文组合，更没有发现类似纸张、竹简那样承载长篇文字的载体。所以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的符号尚不足以称为文字，它们或许代表着部族标志、宗教图腾、礼仪记号，类似吉祥符或族徽，而不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文献对古蜀文明是否有文字也有矛盾的记载。西汉时期的一部古籍《蜀王本纪》说古蜀族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把蜀人描述的没文化。可几百年后，东晋长渠编撰的《华阳国志》却记载蜀人多斑彩文章，意思是蜀地使用色彩斑斓的文字或图示，暗示古蜀人不但有文字，还很华美丰富。两种说法截然相反，让后人莫衷一是。会不会其实在不同时期，古蜀文明经历了从没有文字到开始使用符号记录的转变？有观点推测，三星堆时期正处于文字发展的过渡阶段，古蜀先民开始在器物上刻画符号以传达意义，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发展出成熟的文字体系，文明就遭逢巨变而中断了。因此三星堆的符号像是6、7个月的胎儿，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如果给他们更多时间，也许古蜀文字本可以蔚为大观，但是历史没有给予这个机会。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古蜀文明其实有文字，只是我们尚未找到明确的证据。毕竟三星堆的考古还在初期阶段，也许将来某天的一铲子下去，就会冒出一块刻满符号的石碑或竹简，那可就石破天惊了。而且古蜀人若真有书写活动，他们很可能使用易腐的材料来记录日常事务，时间一长，早已化为灰土。正如我们今天在埃及金字塔里能看到法老刻在石头上的铭文，但看不到他们写在沙草纸上的日记一样。道理相通，我们现在所见的三星堆符号只是冰山一角，很难据此断言古蜀人到底识不识字。然而正是这种扑朔迷离，给人无限想象空间，那些怪异符号会不会就是失落的文字，等待着某位解码人去破译，让沉睡3000年的古老声音再次响起呢？三星堆到底有没有文字？官方一口咬定没有发现，可坊间的传闻却层出不穷，甚至衍生出所谓官方未公布的三星堆文字这一传说。据说其实考古队早就找到了古蜀文字的实物，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向公众公布。这听起来颇像阴谋论，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毕竟自从三星堆惊世发现以来，人们就难以相信如此高超的文明会没有文字。不少研究者和爱好者私下里四处寻找蛛丝马迹，而一些早年流失民间的三星堆文物更是成了传言滋生的温床。还记得1929年那位无意间挖出玉器的农夫吗？据说他们家族和乡邻在那段时间陆续发现并变卖了不少三星堆玉璧、玉琮等宝物。在正式考古发掘之前的几十年间，相当数量的三星堆文物其实已经流散到古玩市场和私人收藏中。民间收藏家们手上握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古蜀遗珍，里面会不会藏着带字的东西？有一位四川成都的收藏家，据称经过10多年的努力，收集了2000多件三星堆相关玉器、青铜器碎片，从中辨认出上千个可能是古蜀文字的符号。这听起来很惊人，也很难证实，但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就是三星堆龙形玉印章的传说。相传这位收藏家拥有一枚巨大的龙形印章，通体用青玉雕成，高约50厘米，印章上方盘踞着一条雕工精美的巨龙，龙身蜿蜒，双目圆睁，长有一对大耳朵，嘴巴张开如仰天长啸，气势非凡。传闻说这方玉印是古蜀人为了纪念大禹治水而制作的礼器。然而更吸引人的是印章的底部，在玉玺的印面上赫然刻着4个奇怪的文字。这4个字不是甲骨文，不是金文，看起来弯弯曲曲，头大尾细，
形似小蝌蚪，与传说中的蝌蚪纹十分相似。所谓蝌蚪纹，指的其实是一种传说中上古时期的文字样式，因字形像蝌蚪而得名。在正史中并无定论，但民间常用来泛指非常古老且难识的文字。4个蝌蚪状符号刻在玉印上，仿佛等待后人解码的天书。这就是人们口中的三星堆文字吗？据说有专家看到这枚印章，初步推测那4字可能是祝祷语，意思类似老天保佑。如果真是如此，说明古蜀人会用文字来祈福哦。更神奇的是，另一位研究者居然借助古遗文对这4个蝌蚪文进行比对，声称解读出了它们的含义，竟是鹰眼守家。这意思就有点酷了，直译就是鹰之眼守护家园，听上去像是一种部落祈愿，请鹰眼守护本族的疆土。而鹰在古蜀文化中可能大有文章，有学者猜想，蜀国传说中的图腾之一就是鹰。这么一联想，彝族又被认为与古蜀有渊源，难不成古蜀文明的文字真和现今彝族文字有传承关系？如果这一切成立，岂不是意味着三星堆已经找到了破解文字之谜的钥匙？但冷静下来想，以上关于龙印章和4字天书的故事，目前依然停留在坊间传闻的阶段。首先，那枚神奇的玉玺并非出自正式考古发掘，它的真伪和确切来源无从考证。也许真是三星堆遗物，也不排除是后人仿造的异想产物。官方考古界对此保持沉默，或许是不愿给未经证实的文物背书。其次，即便这印章是真的，其刻文也需要更严谨的学术解读。老天保佑也好，鹰眼守家也罢，目前都只是少数人的猜想，还称不上铁证。官方之所以迟迟不公布所谓文字，很大的可能是因为缺乏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在考古学上，孤证不立，仅凭零散的几个符号，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也不足以公布惊世发现。再加上，如果宣称发现了文字，势必要面临全世界学者的质疑和破译挑战。在没有充分把握前，专家宁可稳妥一点。还有一种说法是，官方有所保留是为了避免舆论失控。毕竟，一旦宣布三星堆有文字，而且万一还不是汉字体系的，那可真是轰动眼球的大新闻。有人担心，这会引发关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争论，甚至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来否定某些传统史观。所以，与其让不确定的信息引发混乱，不如谨慎地先说没有发现文字，等将来真的挖出一块有明显文字的石碑时，再给世人一个惊喜也不迟。当然，这些都是推测。也许事实很朴素，三星堆目前确实没有挖到任何能识别的文字痕迹，一切还是我们想多了。无论如何，三星堆文字之谜继续吊着大家的胃口。随着未来更多遗址的发掘，也许我们终究能揭开这层面纱。也许下一块出土的陶片上就刻着关键的几个符号，串起古蜀语言的线索。又或许直到挖掘完毕，我们也只能找到几张不完整的字母表。在真相大白之前，种种猜测仍会流传，而官方和民间关于三星堆文字的拉锯战也成了这桩考古悬案的一部分。正因为三星堆有太多未解之谜，一些脑洞大开的理论便应运而生。其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将三星堆与外星文明挂钩的猜想。第一次看到三星堆那些青铜人像和面具的人，恐怕很难不联想到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形象。高大的青铜立人，双手捧着奇异器物，脸型狭长，巨大的青铜面具有夸张突出的双眼，耳朵像天线一样伸展，有的还戴着金面罩，活脱脱像个戴面具的异星来客。这种风格在中原商周文化中绝对找不到参照，倒像是另一个星球的艺术展品。于是有人认真地提出，会不会三星堆人本身就是外星人的后代或信徒，或者他们曾受到外星智慧的造访和指导，才创造出如此神秘莫测的器物。甚至更大胆的想法，三星堆遗址其实是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一座基地，他们完成任务后离开地球，留下这些器物让后世人类瞠目结舌。听起来很疯狂，但支持者不少。毕竟，当一个文明与周围脉络格格不入，又缺乏文字线索时，外来因素成了某些人眼中最简单的解释。而在流行文化中，
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动不动就被拿来和外星人挂钩。相比之下，三星堆的神秘指数不遑多让，把它说成是外星文明遗址，也就见怪不怪了。除了外星人论，还有些人倾向于上古超文明的猜想，他们认为古蜀文明可能是某个史前高度文明的一支分支，甚至和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木文明相提并论。这种观点觉得，三星堆的先民可能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而是来自远方某个高度发达文明的移民后裔，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独特的信仰，在蜀地扎根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文明最终衰落隐没，就像亚特兰蒂斯沉入海底一般，只剩下遗物告诉我们他们曾经来过。支持这种说法的人喜欢寻找三星堆与其他古文明之间的相似点，比如青铜树是否象征着世界神树，与西方的生命树神话遥相呼应，又比如那些人面像是否有点像奥尔梅克巨石人头或者复活节岛石像，甚至连出土的海贝、象牙等物品也被用来证明三星堆和南亚、东南亚有早期丝绸之路贸易往来，说不定古蜀人真与远方文明有交流呢。还有一些猜测从神话传说中寻找灵感，毕竟蜀地本就是一片传奇之地，历史上关于古蜀王的记载就充满了神异色彩。比如蜀国的创始者传说是蚕丛，据说长着虫一样突出的双眼，这跟三星堆那些秃木面具形象何其相似。难道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就是在刻画传说中的蚕丛王？再如另一位蜀王鱼凫，名字意为鱼鹰，某些三星堆文物上偏偏就刻画了鱼和鸟的符号，仿佛在对应鱼凫的图腾。还有那棵造型诡谲的青铜神树，枝干盘旋上升，树上栖息着神鸟与龙，让人想到中国神话中的扶桑神树或西王母的仙境神木。会不会古蜀人真掌握着某种沟通天地的神秘仪式？他们借由这神树与天神对话。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人猜想三星堆文明的消失不是因为灾难，而是因为完成了某种祭祀大典后羽化登仙。换言之，他们的祭司通过巫术打开了通往天界的大门，整个部族的人升天而去，或者融入了另一个次元，因此人世间只留下空城和埋葬的祭品，像极了一出人间蒸发的神话剧。这听起来颇有几分玄幻小说的味道，但三星堆那超现实的艺术风格确实容易让人往灵异神怪的方向联想。古蜀人或许有着一套和中原截然不同的宗教祭祀体系，他们崇拜太阳、自然和祖先，用奇特的礼器与神灵交流，在我们看来接近魔法的范畴。再来说说古代科技的猜想，有些朋友可能不信邪，外星也好，神仙也罢，都太虚无缥缈，他们更愿意相信三星堆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只不过技术路线另辟蹊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前于同时代。我们今天看到三星堆文物的工艺水准确实令人叹服，那高达 2.6 米的青铜大立人像是如何铸来的？要知道中国商代时期，一般青铜容器都不过几十厘米高，突然冒出这么巨大的立像，得有多高超的铸造工艺？三星堆的青铜器采用了泥范铸造的技术，而且可能是分体铸造后焊接，这在当时绝对是领先的工艺。另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含金量极高的金面具和金杖碎片，那张金面具残片重达半斤，纯度高达 80% 以上，古人怎么冶炼提纯这么多黄金也是个谜。一些阴谋论者据此发挥，会不会古蜀人掌握了某种失传的冶金秘术，甚至可能知道电化学、镀金之类的黑科技？更狂野的想法，比如他们是不是发明了简易的电炉或发电装置？虽然完全没有实证，但丰富的想象让三星堆更添科幻色彩。还有人检视那些青铜器的细节，试图找出类似机械加工的痕迹，幻想古蜀是不是出现过工业萌芽。当然，目前看来，三星堆的工艺水准再高明，也还是在当时人类技术范畴内，只是以前我们低估了那片土地上的匠人们。而那棵青铜神树也并非什么天线装置，大概率是神话题材的艺术品。不过如此丰富的脑补倒是体现了大家对三星堆着迷的程度。当现实文明难以解释时，就让想象力来补全，无论多离奇的理论
只要三星堆一天不把所有问题解答清楚，就一天不会消失。综上，各种非主流猜想将三星堆描绘成一个超脱于常规文明的存在，要么来自天外，要么蕴含神力，要么技术爆表。这些理论有的纯属娱乐，有的夹杂着对未知的向往。尽管科学证据目前并不支持它们，但它们满足了公众对神秘事物的想象，也从侧面反映出三星堆的魅力。它所留下的信息太有限，空白太多，于是人们不自觉用传奇将其填满。在阴谋论和传说的点缀下，三星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考古遗址，更成了一个任人驰骋想象的文化现象。面对三星堆这样兼具诱惑与神秘的文明，我们既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求真心。考古学的发现为我们勾勒出古蜀文明的基本轮廓，它确实是一个本土发展起来的青铜时代文明，拥有自己的城市、手工业和宗教体系。它在巅峰时期创造了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它的消失大体可以用环境变迁和迁徙来解释，而非神秘蒸发。它可能尚未发展出成熟文字，但不代表没有交流思想的方式。或许通过口传、图腾符号来传承知识。考古给出的这些答案，也许没有外星人故事那样爽爆，但胜有依有据。我们可以相当确信，三星堆人不是外星人，他们就是当时生活在西南的古代先民，和我们人类有着直接的文化血脉关系。然而，阴谋论和传奇之所以层出不穷，正是因为科学解答并未覆盖所有疑问。三星堆还有许多未解开的谜团，那些象征意味浓厚的青铜器到底代表什么信仰？古蜀人的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和今日哪些民族有渊源？三星堆的工匠们是否受过外来文化的启发？为何技艺如此独特？这些问题暂时定论。在缺乏书面记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赖遗物去推想，免不了见仁见智。阴谋论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未知，以大胆的假设提供暂时的答案，虽然大多经不起事实检验，但他们让更多人关注并讨论三星堆，激发出更广泛的兴趣。这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比起对一个伟大文明的漠然无知，人们乐意去幻想它、探索它，说明三星堆的价值正被认知和重视。未来的某一天，随着更多考古发掘和研究进展，我们也许能真正缩小现实与传说之间的鸿沟。例如，新一轮的三星堆遗址发掘已经在进行中，相信随着研究深入，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古蜀人的生活。同时，在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也许还有相关文明的遗迹等待被发现，拼成更完整的历史版图。也许哪一次考古发布会上，专家就会突然展出一块刻满符号的石板，微笑着宣布古蜀文字找到了。到那时，所谓官方隐瞒也就不攻自破，阴谋论自然烟消云散。而如果一直没有明确的文字出土，那也无妨，因为三星堆的伟大不因有无文字而减色，它已经用实物向世人证明了古蜀文明的高度发展。在真相揭晓之前，我们不妨怀抱一颗好奇与敬畏之心，既不要因官方未发现文字就妄下结论说古蜀人没开化，也不要因为几个奇异传说就笃信外星说而否定了古人的智慧。理性与想象其实是我们认识三星堆这样的远古文明所不可或缺的两面。理性让我们追随证据，想象则让我们体验探索未知的乐趣。试想，在三星堆那辽阔的遗址下，也许正静静躺着更多惊喜。某处宫殿遗迹里，一壁残垣上会有神秘壁画，某个亡灵墓坑中珍藏着象征王权的预测，甚至可能有一卷先民的手札，记录了他们目睹灾变迁徙的经过。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一切尽付黄土。但无论如何，三星堆带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其实正是这份无尽的想象力。它提醒着我们，历史并非仅有教科书里那一条线，世界的某个角落随时可能冒出颠覆认知的发现。而在新的证据出土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同时容许那些大胆假说的存在，让脑洞和科学碰撞，激发出更多求知的热情。总而言之，
三星堆之谜是一场未完待续的探险，我们已经揭开了部分面纱，看到了古蜀先民奇绝的创造力，但仍有大片真相隐没在黑暗中，等着后人去挖掘。也许若干年后，教科书将写上古蜀文字的样本，或者记载下一场破解千年谜团的故事。到那时，我们回头再看今日这些关于外星人和阴谋的揣测，可能会会心一笑，原来真相既没有那么悬，也没有让人失望，它只是静静地尘封在土里，等待时间的钥匙。无论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给我们带来的惊奇还远远没有结束。下次当有人问起堆是不是比夏朝还神秘，你大可以神秘一笑，回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故事还在继续呢。